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最近一段时间心中有一个感动，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基础性的话题。因为很多基督徒即便是信主很多年了，似乎一些相对基础性的问题还是没有搞清楚，更不用说一些初信主或者慕道友朋友了。所以我们决定原来如此这个频道，教会问题要说，神学问题也要说，而一些最基础的东西同样也要适当的讲一讲。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旧约圣经你不知道的秘密。可能标题有一点惊悚，不过网络节目嘛，就是这样，有时候标题适当的会夸张一点，好吧，求主怜悯。只是可能真的很多的朋友在看这期节目之前，真的不知道关于圣经中的这些知识点。基督徒都知道圣经分旧约和新约，旧约的基础是希伯来圣经，但我们看到的基督教圣经和今天的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也就是塔纳赫，还是有很多区别的，甚至可以说在一些层面上本质上都是不同的。所以简单的说，基督教的旧约圣经就是希伯来圣经就是塔纳赫，那是外行人才说的话。所以当有人这样教导你的话，可以肯定的说他完全不懂基督信仰。其实基督教的旧约圣经主要是由70士译本流传下来的，而70士译本并不是用希伯来文编写的，而是使用通用希腊文编写的。今天的基督教旧约圣经有39卷书，而70士译本有46卷，希伯来圣经则有24卷书。虽然从内容的角度上来看，基督教的旧约圣经39卷书与希伯来圣经的24卷书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像旧约圣经中像士师记、路德记是2卷书，而希伯来圣经呢则是1卷书，以及像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等等，旧约圣经都分上下2卷，而希伯来圣经只有1卷。所以看上去希伯来圣经与旧约圣经的关系更密切，而70士译本则比旧约圣经多出7卷书。今天的基督教称这7卷书为次经，实际上就是不承认其正典圣经的地位，而罗马天主教则承认其正典圣经的地位。我们说这是不对的，可是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基督教宗派，怎么连圣经都可以搞错呢？求主怜悯吧，其实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今后有机会会详细说这个问题，今天呢，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是这个问题总是会被一些人拿来炒作，说基督教本来就是错的，那么搞出一些次经传播错谬的道理，后来看着不对了，就跟着犹太教的圣经学又改回来了。所以基督教的希伯来圣经才是正统的，基督教的根就在犹太教上，以至于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当的推崇犹太教，甚至一些基督徒希望自己活成一个犹太人，并且要求自己按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遵行犹太人的律法节日，比如不吃猪肉、守安息日等等等等。甚至他们觉得70士译本就是异端，希伯来圣经才是正典。我觉得今天相当一部分基督徒可能对这个问题都还搞不清楚，甚至真的觉得基督教就是犹太教分离出来的，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其实这个问题要这么看，不管是希伯来圣经还是70士译本，这都是犹太人传下来的东西。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通过犹太人向世人启示真理和传福音。所以基督徒要学习犹太人的历史，
这个没有问题。基督徒也要感谢犹太人能够将神的话语传下来，这个仍然没有问题。只不过犹太人和犹太教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不能因为今天的希伯来圣经就高举犹太教，也不能因为七十士译本中有次经就彻底的否定它。我们要清楚的是，七十士译本和希伯来圣经都还没有定稿成书的时候，圣经的各个书卷都是分散的在民间传播的。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天主教保存的那么多的次经，也是在犹太人中间广为流传的。犹太人将这些书卷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那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可以说当时说希腊语的犹太人比说希伯来语的人还要多。所以为了更好的传播信仰，他们所使用的圣经经卷都是希腊文的。而七十士译本作为多数人都能看得懂的书卷，其流传的范围是更广的。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到2世纪，七十士译本就已经汇编成书了。那么这收录的这46卷书就是当时流传最为广泛的书卷。而同时使用希伯来文书写的希伯来圣经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它的流传范围比较小而已。也就是说，在耶稣来到地上之前，犹太人所看的圣经很多都是七十士译本，而不是希伯来圣经。因为当我们查考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多数新约的作者，当他们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其实他们所引用的原文都是七十士译本当中的。比方说罗马书第10章18节，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里所引用的就是诗篇的第19篇第4节。七十士译本当中的原文就是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而希伯来圣经的原文则是他们的绳索传遍天下。今天我们看到的和合本圣经，它的翻译为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中文圣经把绳索翻译为粮袋，坦白说粮袋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也无法理解当初的中文圣经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其实按照希伯来圣经的翻译，比较准确的词语应该是准绳，也就是它的准绳传遍天下。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了使徒保罗在这里引用的圣经是七十士译本，而不是希伯来圣经。这里我们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他的声音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句话是前后对应文法很工整的。而他的粮袋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很明显这句话不是很通顺。所以中文的新译本圣经旧约的部分就参考的是七十士译本。圣经新约引用七十士译本的例子非常多，比如像马太福音第1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里引用的旧约圣经是以赛亚书的第7章14节。这里童女这个词不仅代表的是年轻的适龄女子，而且强调这个少女是有童真的这一层含义，也就是说是年轻的处女这个意思。这与七十士译本中的原文是一样的，而希伯来圣经中的原文则是必有年轻女子怀孕生子，并没有强调其童真女的这一层含义。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像马太、保罗这些使徒，他们当时所阅读的圣经是七十士译本，而不是希伯来圣经。
有圣经学者统计过，大部分的新约圣经中所引用的旧约都是引自七十士译本的。所以七十士译本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不能把七十士译本看作成旧约圣经。七十士译本是当时犹太人中间流传最为广泛的通用的汇编圣经译本。所以基督教旧约圣经的基础是在成书更早的七十士译本上，而标准版的希伯来圣经其实是在公元10世纪才定稿的。所以在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综合了各种流传下来的圣经书卷，最终在16世纪才确定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圣经正典版本。然而今天的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少数传统的路德宗、圣公会，他们依然将七十士译本中的次经收录进圣经正典。求神怜悯吧，希望他们可以早日醒悟。所以如果今天还有人在你面前说基督教的旧约圣经就是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向他普及这样的基础知识。旧约圣经是犹太人传下来的，但并不是犹太教传下来的。基督教的旧约圣经和希伯来圣经还是有区别的。基督信仰并不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是靠着一代又一代敬虔的信徒传下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人主要都是犹太人，而不是犹太教的人。罗马书1章16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在新约圣经中指代所有的外邦人。神的启示是渐进的，这在神学中有一个专门的神学命题，叫做渐进式圣约神学。说到的就是神在各个世代是按照他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将圣经启示出来，并不是一次性地将所有的都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对旧约圣经的认识是从各卷单独的抄本，到犹太人中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派各自整理汇编。当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当然他们失去家园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背离神，他们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这个时候神兴起罗马帝国，用当时最普遍的希腊文将神启示的话语保存下来，并且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当传播的范围广了，传播的版本也就多了，有些不是出于神的东西也就出来了。就像今天的基督教这么多的宗派，每个宗派都搞出各自的教义，都说自己的才是最符合圣经真理的。然而神那么大，你一个宗派就能说自己的教义就是全部的神吗？所以今天我特别担忧的就是那些依然为自己宗派背书的传道人。今天有很多华人传道人真的很有才华，但他们被自己的宗派所捆绑，他们不知道神兴起宗派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他们强调自己的宗派，打压其他的宗派。就像今天一些人都在强调希伯来圣经和七十士译本到底哪个才更正宗一样。希伯来圣经中有神的话语，七十士译本中也有神的话语，只不过他们都是神启示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对于不同的人群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今天我们有神所启示的完备的真理，就是我们看到的基督教圣经。我们已经进入末后时代了，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已经将这个世界的末了揭示给我们，而且清清楚楚。原来如此，我们下一期见。